你是谁？阿娘，我要阿娘。那边，不过应该被他跑掉了。我去追。县主，有发现。原来如此。最简单也是最不会留下痕迹的方式，就是利用月光。假象凌乱，唯独这面墙没有堆放东西。那人是利用铜镜的角度，将月光投射在北侧这面围墙之上。这就是枭雄想要验证之事。试试看。影子太模糊了，屋内光线太暗了，会不会是月亮移动，铜镜反射不到足够的光亮？距离刚才不过约1刻，空中无云，亮度不会有太大的变化。这里少了一个东西。太史局常利用小孔观测日食，倒是想日影清晰明亮，须有此物聚光。此人心思缜密，方才事发突然，才让我们发现破绽。再试试。县主。太史城，刚刚那些鬼影是你们弄出来的？那人用打磨过的珠片聚光，用刃线绑上这些纸片，像操控皮影一样变换所谓鬼影的形状，再通过控制远近，让影子变大变小。不光是用鬼影作怪，还故意让风声吃下胀肚的食物，费这么大劲，不图财也不害命，只是为了吓唬人。是啊，既然都扮鬼了，只是捉弄几个倒霉的宫女有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不害人呢？二位毕竟是内业局的，这么说多少有些不合适吧？不光利用铜镜，还打磨珠片，如此狡猾又缜密，今夜让他逃了，之后上哪儿找呢？
李清的贴身之物，圣上御赐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呀？当然是找证物了。这可是我放掉杨氏郎家那池毒水后，在池底意外发现的。这一瓶毒，是我专门为你配制的，与池中之毒有9成相似，入水冲淡后，便有10成相似了。这样的小药瓶，我在你府上藏了5、6瓶。别急，等嫩叶菊来搜家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藏在哪儿了。现在缺的是人证，娘子自是不会认的。你家车夫也早跑了，不过没关系。杨氏郎家的门房那晚见到你了，他可以作证。他撒谎。他是撒谎，可此事只有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啊。你最擅长毁尸灭迹，但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无中生有。你能信口雌黄，我也能颠倒是非。承蒙你们这些前辈的教诲，我又学会了不少断案的新法子。既然你喜欢玩，我一定陪你玩到底。我死也不会让你如愿。你最好说话算话，但别以为可以一死了之。你敢自戕，我一样会把这故事做实，让你无家灭门，断子绝孙。反正我无父无母，天煞孤星，不怕活着，更不怕死。可是吴月坤，你怕不怕？都怪那几个贱人，我都已经要金盆洗手了，是他们非来要求我，说他们离开了绣红楼就没了营生，求我帮帮他们。也是他们几个人出的主意，可以去各位大臣的府上，既安全又尽兴。我一时心软，就答应了他们。我被他们害死，我被他们害死了呀！你真是无药可救。想救你的妻儿，就把你的罪行一桩桩、一件件都写下来。1个时辰后，你是走阳关道还是奈何桥，就看你自己了。这里就是吴月坤安置那些女孩的地方。这屋子太整齐了，根本不像有人住。女子会使用同一款香膏吗？尤其是住在一起的女子。一般不会，尤其是要以色示人的女孩，很需要一些让客人能一下记住的东西。三光同行，有似珠玉，神手精存，利其直，而宣其名。星辰虽皆为球体，但大小、颜色、运行速度都各有不同，就像人一样，喜好、习惯各异，但这些习惯会在他们常用的东西、生活的地方留下痕迹。
蔡世成为何会在此处？与他无关。我一直跟着他，他没有作案时间。县主可认识？太史城怕谁？是右相侄女，九娘崔曼淑。原本还准备明日找她论话，竟然死了。血还未干，凶手没有作案。和舞台旁发现的嫌疑一致，都是宫中左右游靴。应该是往那边去了。县主还是怀疑我？我从未怀疑过你。可县主随行我至此，说元帝后加殷的，不也是你吗？这院子并未在地图上标出。方才我与顾司是经过此处，距离水渠的位置很近，离火药铺子也不算远，却在地图上未见标识，如此隐蔽，想必是凶手特意选定的。我听说过有人可依计寻人，太史城竟也有如此本事，我当真没有看错人。可还有其他线索？鞋印残缺，目前只有这些。县主可要亲自验尸？请太史城回避。一刀刺在胸口，伤口足够深，才能流出这么多血。杀你的人一定非常恨你，他是谁？这媳妇真漂亮，可惜了。哎，有火药味，当心！和舞台上的火药一样，这小院的确是凶手藏身的地方。从这造脚印看来，此人确有6指之躯，但游靴只有残印，无法确认这些脚印是否同属一人。
明日去一趟右相府，查查这未出阁的深闺女子，为何会身穿喜服出现在这里。婉顺，佩仪，阿娘，阿燕，阿燕，你到底还是进来了。真正的卷宗在哪儿？从来就只有这一份卷宗。15年前上元夜，端王因接连征战，精神不济，后加之苦救急已久，导致狂性大发，屠杀全府，后自枪谢罪。当日，端王独女李佩仪因病留宿宫中，幸免于难。就因为我失去了那天的记忆，你们所有人都在骗我。事实如此，何必骗你呢？你那日发烧留宿宫中，昏迷3天3夜，等你醒来，悲剧已经发生。你不记得，那也正常。圣上本来不想将此事告诉你，后来你一直追问，圣上终究是不忍心。哎，这些话10几年来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你怎么就是不信呢？因为阿叶不会狂性大发，更不会杀了阿娘。有些事情你不愿意相信，不代表它就不会发生。裴爷，这个案子已有结论，与其执着于过去的真相，还不如打起精神，找到杀害公主的凶手。留着吧。见到县主，我又想起了曼殊。老夫失态了，失态了。右相与我便不必客套了，我坐这里也方便。好，淑妃娘娘可还好？曼殊枉死，我这个做兄长的也担心娘子伤怀。娘子自是很伤心。一夜之间，2位贵女丧命，圣上震怒，淑妃伤神，老夫一时心痛不安。县主和太史丞对曼殊之事如此上心，老夫是感激惶恐啊。到了用膳的时间了，简单一餐，请2位慢用。若还有什么想知道的，饭后可以在府内找人来盘问。
太史丞，请看，昨夜戌时，九娘离宫后，直接回到了府中，中间未作停留。回府后，可曾外出？崔九娘昨夜戌时回到相府，却于严守方被害。严守方与相府相隔甚远，若九娘未乘马车外出，那便是被人从相府掳走，带去严守方的。右相府守卫森严，断不可能有人强掳深闺娘子。昨夜九娘坐了谁的车？老实交代，否则每人50鞭。是我送九娘去的严寿坊。入严寿坊之后，九娘便让我把马车停到一处宅院外，便下了马车。之后，便让我径直回去。那小院中，可还有什么其他人？漆黑一片，应当是无人。这一路上，尤其在严守坊中，可见到一个独行的男子，身高6尺，身材魁梧。并未见过。九娘上马车时，穿的是什么衣服？啊，黄色襦裙，外加一件花色皮袄。可带了包袱啊？未带。这些丫头笨嘴拙舌的，怕说不明白。县主有什么话问老奴便是。你的意思是，县主听不懂他们说话，还得你帮他？老奴不敢。昨日是你伺候九娘的？是。近来她可与什么人交恶，或是有私情？回县主，下人不能妄议主家是非，否则会被赶出相府的。这是查案，不是议论是非。县主，小奴真的不能说。不能说，那就是知道了。我不知道。好，各位姐妹，起来吧。去请嬷嬷进来吧，告诉她，姑娘们都说得很清楚。是。求管娘子开恩，求管娘子开恩。奴婢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也真的什么都没有说。若是被赶出相府，奴婢就只能去西市引子药家那种地方做帮狗，那奴婢就真的没有活路了。求娘子开恩，求管娘子开恩。查到了，是宅子原本属于本地一富户分出去的庶子，这庶子短命，宅子就空了，没人敢住。后来一手给了一个胡商，我们好不容易查到那个胡商，又说已将宅子租赁给了一个叫郭华的将士郎。可找到郭华了？没，但是我把契约从胡商那里拿来了。你们就没要碗引子吗？等你呢。你人真好，娘子，给我来碗引子。好嘞。右相府的姊妹让我来寻你。崔九娘上伤了，娘子坐吧。他是怎么死的？凶杀。老天有眼，真是罪有应得。我叫丽娘，我这张脸便是拜他所赐。县主，算我求你了。你下次千万别不打招呼就做这种事儿，这次多亏太史丞了，不然我就要跟你上坟祭酒了。你放心，我命硬得很。
我每天都觉得脖子上的脑袋在打晃，不知道哪天就掉下来了。那就让太史丞给你卜一卦，看看几时寿终，给你个踏实。太史丞比我还害怕你死掉呢，哪有心情卜卦？我死了，你就可以回太史局，怕什么？我怕不能完成县主的性命之托。我信得过太史丞，我信不过自己。太史丞来内业局，不会就是想来看看我死没死吧？是这个案子的凶手。你也察觉到了？按照周贺兰的说法，崔曼说设局谋害15公主，动手的应该是袭击你我的那个黑衣人。如果黑衣人以崔曼说是同谋，为何会突然对他起了杀意？如果是同谋反目，黑衣人点火后躲在舞台下，之后混入回纥王子队伍出宫，先是偷袭你，再回到内侍省杀死刘德义。若是再去延寿坊杀死崔曼书，时间上根本就来不及。杀死崔曼书的另有其人。但如果有人杀了15公主，而另有一人在为公主报仇，那3位贵女以崔曼书沆瀣一气杀死他们的，就可以是同一人。以你对公主的了解，什么人会为她报仇？如果可以，我希望那个人是我。找到凶手，也是在为公主报仇。崔曼书身上的伤口极深，而且刀口是斜向下刺入，说明凶手比崔曼书要高，力道很大。凶手能找到延寿坊小院，应该很清楚公主与崔曼书之间的恩怨，能如此决绝地为公主报仇，若非终身死士，便是情深意重。我去找婉顺的侍女。县主余毒未清，还是先休息吧。找到凶手，为公主报仇，你说的。县主总是这样以命相搏。在关心我。好不容易把你救回来，我不想是一场徒劳。太史丞昨日在周贺兰面前维护我，还没跟你说谢谢。那周贺兰口出狂言，妄议县主父母是以下犯上，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。看来端王府的事，太史丞也知道。15年前，端王府惨案震惊朝野，彼时我虽已入太史局休学，却也有所耳闻。不过周贺兰倒也没有说错，我无父无母，确实不知道阿爷阿娘被别人捏在手里是什么滋味。你个小疯子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把我打死了，没人给你送终。你这么作践你自己，还想逃场吗？死老头，我还中着毒呢。你放心吧，吃了我的药，死不了。哎，这些我拿去补身体了。嘿，你呀，你是运气好，躲过了那盘菜。幸亏我不吃鱼。县主不吃鱼？嗯，请我吃饭别点切块。这些是公主常用的丝帕和物件，县主看看，可还有什么线索？婉顺用命才能逃过的这条路，终究还是有人要去走。有一事，我得向县主坦白。
那日宴席前，我见过十五公主。见过公主。太史丞，我有一事想请教。臣不敢。太史丞觉得，天上星是否真的能观人间事？臣只知星辰不会引发纷争，人却会借星象生事。那在太史丞看来，上元节这番风波，到底是有象在先，还是借象生事呢？事有因果，物有本末，公主安好才是最重要的。太史丞都知道了，看来太史丞并不信命。臣相信，只是我等凡人，只有在命中之时，才能看见命运的模样。多谢太史丞。太史丞看到那封密折了，想必也料到此事是我与公主同谋。我的确在公主府中找到了与密折有关的线索，但仅凭公主是无法将密折送到圣上书房的。可惜圣上就算看到如此恶兆，依旧没能转还心意。恭喜太史丞！何来恭喜？太史丞当初同意助我查案，也是想借此机会帮圣上找到呈送密折之人吧。如今公主案告破，太史丞想查的事也水落石出，岂不可喜可贺？圣上认定此事，一切皆是凌宁教唆公主所为。太史丞，律法和情义如何兼得？法者，治之端严；君子者，治之圆允。我虽乖张古怪，不是君子，应该也算不得小人。我对县主并不了解，无从判断，也无意指摘。耕地者有耕地者的心，深宫中有深宫人的耐。我不过是有些遇事傍身，耍些聪明伎俩，这让些偏爱才从地上站起来。婉顺是另一个我，一个没能站起来的我。圣上已下令厚葬15公主，谥号赵思。圣上还是爱重15公主的，连我都知道，何为爱重。彩云破而灯霞兮，眼浮云而上升。幸好，他已经去了他想去的地方。太史丞不是什么法理无情之人。我知道那日从寺庙回来，你没有去面圣。给阿爷看病的钱，弟弟读书的钱，家中修灶台的钱，东起买炭添衣的钱，这些信里基本上都是家里要钱，含笑给钱。那家人在装穷压榨女儿，你一袋钱买这些信，就是在助长他们讹诈的习气。你再看看这信上有没有说点别的？他出宫以后要去哪儿？需不需要父母接应之类？余下还有许多未打开的，待我一一看完，就算有，也不值那些钱。这羊肉好嫩，太史丞尝尝。我给韩笑家的是上贡的银饼，一旦拿到市面上，就会有人报关，钱很快会回来，所以这些信没花钱。这是唯一一条穿过道正坊的水渠，我们从北向南找。走了这么久也不见花，更没有小孩和娘子。哎，1文钱2文钱，买的针来买的线，买了花布做鞋面。哎，来看看，来看看，哎，
会这是娄绰说的？敲锣打鼓做喜悦，叮叮当当，好多小孩子拎着小篮子跑过来找我要喜钱。那鲜花和娘子们呢？如果他说的喜悦并非喜悦，那么花或许也不是花。哎，可以，没问题，拿着吧。这就是各种颜色的花。这么看，莲花灯果真如真花一样。鲜花也有了。娄绰最后路过的是卖货郎，之前是灯笼铺。我们接着往前走。这就是娄绰以为有人在议论他的地方吧？许多小娘子凑在一起叽叽喳喳，都在暗中议论。娄绰所说的水渠应该就在这附近了。是脂粉的味道。不对，这条巷子太小，附近又没有大宅，谁家的娘子会用这么多脂粉？除非这附近有酒楼妓馆。怎么是这里？寒光巷，娄绰在杀死胡达的附近遇到了韩笑。根据胡达马夫的说法，胡达每次离开的时间大概是在半个时辰之内。若要及时赶回玲珑居，又不被马夫察觉，他所能去的是在这个范围之内。这栋楼就在这个范围内。但先前已经有内卫来查问过，这些酒楼住宅都说没有接待过胡达。去看看。娘子郎君，请问有何贵干？请问这绣红楼是卖丝绸还是绣品？是绣楼，不过二位不常来道正坊吧？怎么说？我们只供货给商家，个人的生意是不错的。难怪会用这样奢侈的金涎香，多靠客人的帮衬。供货给商户得需要不少绣娘吧？7、8个，也不算多。这好的绣娘是万里挑一，以一当十。韩笑做的怎么样？韩笑是谁？你不认得他？未曾听说。前几日寒光巷死了人，你可知道？郎君可别说了，怪瘆人的。认识啊？不认得。我还从未见过如此富丽的绣楼，娘子可方便带我们四处看看？这绣楼虽说是敞开门做生意，但也算是一座私宅，只做熟客。不过这么半天，怎么也没有见到一个绣娘。前2日刚忙完一个大活儿，都在休息。绣娘都住在楼里？是。还真是安静。都是些年轻姑娘，出去玩去了。2位请留步。干嘛呢？惊扰客人。我没事儿。多半是老鼠。县长。为仙长点香。开始吧。此宅颇大，烦请仙长务必巨细无遗，为老夫扫除邪祟，千万别有所遗漏啊！放心吧。2位，请。
心脚下。东四。 圈子。小心脚下。 房间里东西多，二位当心。世事洋洋，日出东方，无赐灵符，普扫不祥。 县长，可有异啊？口吐山脉之火，伏飞门社之光，提怪变天，逢力士，破温用碎，吃金刚，降服妖魔，化为吉祥。 童子，为何不跟着仙长啊？再笑我弄死你！仙长，此处似有邪祟。邪祟已除。仙长。 那我们去往下一处吧。二位，可以摘下遮布了。县长，请笑纳。我与僧公结缘，不为图财，不必破费了。 县长高风亮节，反倒令我诚惶诚恐，心中不安呢。既如此，可否向松公讨12枚铜钱，以作慰藉？好，好。县主一直这么看着，我就画不下去了。 我刚听说，太史丞小时候入宫时，还在居月池里救过一个人。想起来了，确实有这么一回事。从未听太史丞提过。又不是什么好事，虽救了人，但也被发现，非照私入后宫内院，被狠狠训斥了一顿，还进了族。 太史丞就不好奇自己救的人是谁吗？我救的人，不会是县主吧？对，太史丞是我的救命恩人。真的？
我落水后不久，太史丞就来救我了。当时可看到附近还有什么人？县主不是意外落水，只是好奇，跟着我的工人去哪儿？周围肯定没有旁人，否则轮不到我来救县主。县主靠这么近干什么？在想应该如何报恩。不必了。县主，卢建义咬死不认昨日去过血红楼，真娘跟其他伙计们也什么都没说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这不到2刻的时间，就能把库房变成之前的样子，又把所有人都送出了血红楼，还真是训练有素。其实不难。那房间的4面墙壁上都砌了灯槽，但只有3面墙的灯槽被熏黑了。最内侧墙壁上的灯槽没有任何使用痕迹，那面墙从不点灯。而且整个库房地面都很干净，可最里面4寸见方的地面上却有很多灰尘。他们应该是把织机杂物堆在了靠墙的一侧，用屏风挡住，然后在腾空的房间内进行布置，一旦有突发状况。那些杂物看起来很多，却都很轻。宴席用的桌凳都可以混杂其中，几个人很快就能复原。绣红楼4通8达，有不少角门，人应该是趁我们和守卫争执的时候走掉的。真是怪了，卢正廉居然是虚12刻从楼梯上摔下去的，燕子楼里不少人都看见了。虚12刻，他还在绣红楼抽我鞭子，他会分身术不成？燕子楼的人可能帮他作假，但那些客人我都是逐一问过的，不可能说谎。虚12刻，这个时间有什么特别吗？没有啊。那为何他们都记得这个时辰？我再去问。等一下，房门已经打开，把这个贴出去，能帮顾兄快点找到人。